晚宴设在高台之上，是新修的观景亭台，玉器金镶，华光流彩。江澄、蓝忘机和魏无羡三人同席，蓝思追、蓝景仪等5人，与上次魏无羡在翠玉峰见到的4位江家小辈一桌。蓝家奉行食不言的家规，小辈们吃得端庄文雅，安安静静。江家小辈平时见到江澄多只在教场，鲜少与宗主一起吃饭，本就有些紧张，身旁的蓝家少年又都是巨嘴葫芦，故也是寂寂无言。太闷了。魏无羡看着邻桌这些年轻稚嫩的脸庞，突然就想起了他的师弟们。以前大家热热闹闹地围坐在栈桥头烫火锅，钓上来的鱼虾河蟹直接往沸辣滚烫的红油里丢，吃得浑身冒热汗，便有人往水里扎猛子，摘新鲜莲蓬嚼莲子解辣。六师弟管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江澄说他终于用对了一句诗，六师弟便胡编乱造，说澄江一道月分明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那时候江澄也很喜欢在栈桥上直接搭灶开席，不像现在雕梁楼台，台高9仞，台下莲叶荷花影影幢幢，远方渔火渔船星星点点，全都看不真切。魏无羡想，他果然是来做客人的。魏无羡心里转了几百个话题，一时里不清该说什么，结果竟是蓝忘机率先打破沉默。蓝忘机讲这次赤峰坡夜猎，侦察搜寻，布阵制敌，安魂善后，温润沉静，言简意赅，如同蓝氏授课。于是蓝思追开始分享，魏前辈最新版的风邪盘可以捕捉到精怪吐纳瞬时之气。魏前辈点睛照将，一举击瞎了尸怪双目。3个小师弟们说，魏前辈一进山就用新风邪盘找到了那怪物蛰伏之处，却让我们自行找寻了2天。魏前辈教了好几个新阵型，但巨蟒速度太快，我们都来不及思考阵型变换。魏前辈答应给欧阳子珍多做几个护身符，最后却只给了他2个，说是自己留一个，宋姑娘只能送1个。蓝景仪说，这次夜猎终于又吃上了韩光君给魏前辈精心准备的各色吃食，云深药膳不及其1/1000。江家小辈便问云深不知处平时都吃些什么，听完纷纷啧舌。江家小辈也热络起来，讲翠玉峰上遇到的黑雾和冤魂，讲他们被困在阵中3天3夜却找不到阵眼，讲韩光君一剑驱散迷雾，夷陵老祖一曲度化冤魂。江澄说，那你们来敬韩光君和魏无羡一杯。魏无羡和江家小辈一一喝完，然后同江澄也喝了一杯，然后是第2杯、第3杯。待到小辈们悄然离席，魏无羡和江澄面前已经空了7、8个酒坛，没吃上几道正宗的云梦菜，但喝上了云梦特产的莲心醉。魏无羡同江澄说了很多话，凡他同金陵讲过的事无巨细，又都道给江澄听。江澄听着，时不时回2句。末了，江澄指着蓝忘机面前整整齐齐码好的蟹壳，魏无羡，你不是不吃螃蟹吗？拆螃蟹麻烦。江澄忽地酒醒了。行，又是石榴，又是螃蟹，又是虾。魏无羡道，虾？什么虾？桌上的龙井虾仁都是去壳剥好的，一个个粉嫩鲜亮。阿离，吃这个。金子轩略显笨拙地剥掉虾壳，剔除虾线，送到江燕离唇边。江澄嫌弃道，你让孕妇吃虾，不怕过敏吗？你又懂了，孕妇没那么多忌口，鱼虾都可以吃。金子轩呛回去，阿离，虾壳扎手，我都帮你剥好了。江燕离吃完一只虾仁，含笑道，阿成，子轩都快把医书背完了，他懂很多的，你别太紧张。阿姐，你现在帮他，都不帮我了。那你也帮我剥一只虾，我以后都帮你，好不好？江澄倏地站起，从观湖高台上一跃而下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忙去望他，只见一道紫色的身影，手提酒坛，足点莲叶，往栈桥去了。你去寻他，我去备些醒酒汤。魏无羡转身正要跃下，蓝忘机道，等等。蓝忘机将魏无羡圈进怀里，轻轻拍了拍他后背，我在，我一会去寻你。然后将剩下的2坛莲心醉交到魏无羡手上，去吧。魏无羡寻到江澄的时候，江澄坐在栈桥头，刚喝光最后一滴酒，把酒坛扔到一边。听到魏无羡来，
江澄回过头，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。魏无羡走过去，慢慢坐下，把一坛酒递给他。江澄拍开风泥，拿酒坛碰了碰魏无羡手中的另一坛酒，仰头又灌了一口。天低夜旷，新月如钩。江澄道：那上面没风，闷得慌，下来透透气。魏无羡欲言又止，刚才他说了许多话，江澄答得不多，但都听他讲了。可旧日里他们一来一往，可以说得没完没了。静默半晌，江澄道：蓝忘机呢？去备醒酒汤。也好，我已经很少喝酒。须臾，魏无羡道：你是宗主，不便喝醉。江对岸，夜色中每隔一段便有9半连的紫色光芒熠熠闪烁，那是莲花坞的塔哨标识，绵延千里不绝。魏无羡轻轻道：这些年你辛苦了。江澄自嘲地笑笑，没搭话。云梦近年来多发水患，你治理不易。多谢你送来的水下缚仙网，真若派人一个个去捕，人手肯定不够。魏无羡默默无言，心想难怪蓝湛不喜欢他言谢，原来谢谢是这么客套又疏离的字眼。他和江澄在彼此的人生中消失得太久，不是彼此讲讲近况，便能重新熟认起来的。往事横亘在前，就连他自己3两坛酒下肚，也还是不能完全找回昔年的感觉。阿林现在总提你，4月你带他去了钱江，他狂你更狂，你俩都悠着点，去哪儿都多带些人。我带着阿林都是千万个小心。也是，蓝忘机跟着你，反正你俩都仔细点，这小子不省心。小时候非要抱着睡，还得站着抱，竖着抱，坐着抱便哭，横着抱也哭，放下来还哭，哭个没完没了。精灵自出生便是江燕离亲带，所以小精灵只熟悉娘亲。后来金夫人去了，江澄心里空得发慌，想把精灵带回莲花坞。金光善看江澄脸色实在可怕，便真让江澄把精灵带走了。金灵台的奶娘都跟到了莲花坞，却没一个人能安抚住精灵。精灵闻到不是娘亲的味道，拒绝喝奶，哭了整夜，脸哭得又红又皱又晕，越哭越饿，越饿越哭，最后哭得声若细蚊，一边打嗝一边呜咽。哭累了，仍是没喝奶，直接睡了。许是哭得太累，一睡竟睡了3个时辰，奶娘们都担心得要命。江澄不太懂，但也知道婴儿不应该是这样，杵在摇篮边，眼睛红得吓人。后来精灵醒来，认命的让奶娘喂了，喝奶又狠又急，喝完接着哭，不让拍嗝，哭着哭着，哇的一声，把刚喝的奶全部呕出来。奶娘们吓得半死，又哄又拍。精灵吐完，似乎也把自己吓着了，不再哭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江澄。江澄把精灵接过来，把奶娘们都遣出屋，一个人抱着精灵慢慢地摇。精灵抬手去摸江澄的脸，江澄才意识到自己也哭了。江澄咬着唇，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哭得整个人簌簌颤抖。精灵这一闹，把日夜给闹颠倒了，白天呼呼大睡，晚上精神极好。江澄只求他喝奶喝好，睡觉睡足，不求他调整睡眠规律。晚上精灵醒着要玩，江澄便拿各色玩具去逗他玩。白日里照旧应付闹上门来的玄门百家。白日前厅里吵得人头痛欲裂，姚宗主把几10页的乏味檄文塞到他手里，要求他连夜刻印，广发云梦。傍晚回到后院，又听到精灵撕心裂肺的嚎哭。江澄问怎么回事，奶娘说，小孩子有时候就是闹满月，莫满百日时容易有肠绞痛，要顺气。又有一个奶娘说，还是在找娘亲，小孩子也醒事儿的，小公子心里难受的紧，可怜可怜。江澄啪的一声，灵力震碎了手里的乏味檄文。魏无羡缺席了精灵的整个童年，听江澄提到幼儿时期，心下钝痛一片，不敢接话，木然地碰了碰江澄的酒坛，两人各自灌了一口。江澄看着魏无羡，这一张秀逸的脸，仿若月色洗练，陌生又熟悉。张扬惯了的人，今日小心翼翼，字斟句酌，酒过3巡，话无2篇。他不知该同他说些什么，他亦不知该同他说些什么。挑挑拣拣，他避开鲜血淋漓的往事，择了光鲜快活的静文，如同倒豆子一般说给自己听，可自己还是绕回到旧梦里。
偌大的莲花坞建制改了，屋宇换了，如今只剩他们两个故人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故人风云浴血归来，前尘往事，醉梦一场，自己为何又翻来覆去的提？